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中国生育率已跌至 0.87， 远低于 2.1 的人口更替水平，甚至比日本 0.99 的生育率还要低得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按照目前的人口下降速度，到2040年，中国将损失约 2.8 亿人口。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的人口总和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些消失的人口中，90%都是年轻劳动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让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3年，中国出生人口即为902万，比2022年的956万再次下跌 5.6%。而这个数字已经低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水平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。在那个战火纷飞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中国一年还能出生将近1000万婴儿。而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，我们的出生人口却连战争时期都不如了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暴跌。2024年一季度的出生人口同比再次下跌 26%， 这意味着今年全年出生人口很可能跌破800万大关，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。不仅是出生率在暴跌，死亡率也在快速攀升。2023年中国死亡人口首次突破1100万，比出生人口多出近200万。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加速萎缩。在农村，这种萎缩表现得更加明显。以河南省为例，截至2023年底，全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 18.6%， 而0至14岁人口仅占 15.3%。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，导致一些村庄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。在山东某村，一位88岁的张大爷透露，村里60岁以下的人都去城里打工了，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家种地。地也种不动了，但不种又不行，总不能让祖宗留下的地荒着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由于年轻人都在外打工，很多老人生病后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去年冬天就有老人因为没人照顾，在家里孤独的离世，3天后才被发现。这不是个例。据民政部统计，中国农村地区独居老人超过4000万，其中超过85岁的高龄独居老人就有近1000万人。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令人心碎的人生悲剧。而在城市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以北京为例，2023年全市出生人口仅有 8.7 万人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值。与此同时，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458万，占总人口的 21%。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，每个新生儿背后都有53个需要照顾的老人。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，形势日益严峻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生育率持续维持在目前的水平，到2035年，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占总人口的1/3，而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 1.5亿， GDP 增速可能降至 2% 以下。这将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，养老金支付压力暴增，医疗资源严重短缺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，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场静悄悄的人口危机，但它带来的冲击可能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要严重。这才仅仅是开始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4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仅为 131.7 万对，比去年同期暴跌 25.3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比起2013年的峰值475万对，现在的季度结婚人数已经下跌了 72%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种暴跌趋势还在加速。清华大学人口研究所预测，2024年全年结婚人数可能跌破500万对，
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纪录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了？90后北漂女孩小王的故事很典型，她和男友都是普通白领，月薪1.5万左右，但在北京，光是买房首付就需要300万，再加上婚礼、装修、买车等支出，没有800万根本结不了婚。即便两人不吃不喝攒10年，也远远不够这笔钱。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，在河南农村，结婚的门槛已经高达50万。当地一名农村小伙每年打工收入仅8万元，却要面对30万的彩礼，外加买房、装修、办酒席等支出。按这样算下来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娶不起老婆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农村地区未婚男性已超过4000万，其中35岁以上的大龄剩男超过1200万。这些人中，很多人因为付不起彩礼，只能独守光棍。但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年轻人的择偶观念变了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，35%的90后表示不婚不是问题。28%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放弃恋爱和婚姻，42%的适龄青年认为单身也很快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位社会学家分析说，这反映了年轻人对未来的绝望。他们觉得，即使拼命工作，也买不起房，养不起孩子，还不如干脆不结婚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，这种恐婚心理更为普遍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北京、上海的单身人口比例已超过40%，其中25至35岁年龄段的单身比例高达65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后，对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女性研究生人数首次超过男性，占比达到52.3%。这些高学历女性普遍不愿意向下嫁，但在传统男高女低的婚恋模式下，她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一项调查显示，85%的女硕士表示宁可单身，也不愿意找个不合适的人将就。这种现象导致的一个奇特的结果，大城市优质剩女越来越多，小城市剩男越来越多。据统计，上海已有超过100万的单身贵族，其中女性占比接近70%，而在4、5线城市和农村地区，未婚男性比例则高得惊人。以河南某县为例，35岁以上未婚男性占同龄人口的比例高达42%，几乎每10个男人中就有4个打光棍。一位人口学家警告说，这不仅是一个婚恋问题，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大量适龄人口不结婚，意味着未来出生人口会进一步萎缩，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趋势似乎已经无法逆转。即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结婚生育的政策，效果也很有限。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们不想结婚，而在于他们结不起婚。在高房价、高物价、低收入的3重压力下，婚姻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奢侈品。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育危机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让我们用冰冷的数据说话。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幼儿园在园人数比2022年减少了535万，跌幅达到惊人的11.6%。而这仅仅是开始，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正在逼近。2024年，小学入学人数将首次出现负增长。2025年，初中入学人数将开始大幅下滑。2026年，高中入学人数也将步入下行通道。教育专家预测，未来5年内，中国将有30%的幼儿园面临倒闭，20%的中小学将被迫合并或关停，50%的教育培训机构将破产消失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一个价值16万亿的教育产业即将崩塌。北京某幼儿园的情况令人担忧，这家幼儿园今年的招生人数仅有去年的一半，很多班级都无法开满。从前一个班有35个孩子，现在只剩下10几个。园方已经出现经营困难，连教师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。更令人震惊的是班级性别比的失衡。在浙江某幼儿园，一个班25个孩子中，男生竟然有19个，女生只有6个，男女比例达到惊人的 3.171。这种男多女少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不妨看看95后和00后的生育观。某知名社交平台最新调查显示，68%的年轻人表示坚决不生孩子，25%的年轻人称可能生1个，仅有7%的人愿意生2个或以上。一位00后女生直言：“我月薪1万，在北京租房就要5000，剩下5000怎么养孩子？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要花费近100万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”确实，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，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平均需要68万元。这个数字是德国的 2.1 倍，是日本的 1.8 倍，是韩国的 1.6 倍。而中国的人均 GDP 却只有这些国家的1/3到1/4。更可怕的是，即便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，也普遍不愿意生育。上海浦东某高档小区的调查数据显示，20户家庭中有19户明确表示不打算要2胎，原因很简单，养不起。一位家长算了笔账，幼儿园每年4至8万，小学课外班每年10万起，初中补习每年15万以上，高中期间每年20万打底。光是教育投入18年下来就要300多万，这还不算吃穿住行，不算医疗保险，不算将来的结婚买房。这种压力谁扛得住？而在农村，情况更加令人担忧。河南某村支书感慨，现在村里1年到头也看不到几个新生儿，年轻人都觉得养孩子太贵了，宁可养条狗。不出生人口减少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。2023年，奶粉销量同比下跌 42%， 玩具市场萎缩超过 35%， 母婴店倒闭潮持续蔓延，儿童医院门诊量大幅下滑。专家预测，这种趋势将会持续恶化。到2035年，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将减少 50%至60%， 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将减少 40% 以上，教育行业从业人员将减少 30% 以上。一位人口学者警告说，这不仅仅是教育产业的危机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。人口萎缩将带来经济衰退、养老金亏空、社会活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。但最可怕的是，这个趋势似乎已经无法逆转了。或许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。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这是一种生存本能的选择。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时，所有生物都会本能地停止繁衍。这正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真实写照。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峻的危机已经悄然而至。